侯明昊放棄譚松韻押寶娜扎，具宣牽手擁抱甜到不行，高顏值養眼。娛樂圈從來不缺愛情，也不缺糖，但觀眾早就對那種加了3斤糖精、濾鏡厚到能防彈的工業糖塊產生了生理性厭惡。昨晚那條在抖音被反覆推送的領帶殺視頻，就是最赤裸的證據。娜扎用指尖勾住侯明昊的領帶，微微一拉，沒有台詞，沒有背景音樂的煽情處理，甚至連過度剪輯都懶得上。可偏偏就是這一瞬間，讓評論區直接封成大型成年人集體甦醒現場。這才是人該看的東西。終於不是小學生談戀愛了。性張力這玩意，原來內娛還記得怎麼拍。雙引號24小時400萬點讚，域名查股，預約量破300萬，廣告商連夜追加1.2億投放。資本從來不講情懷，只認結果，錢往哪兒砸，答案已經寫得明明白白。反觀另一邊逍遙，那套甜妹加仙俠加無限賣萌的組合拳，播放量8000萬。說實話，在今天這個流量環境裡，這數據連鋪都算不上，只能算沒濺起水花。觀眾嘴上說都能看，但手指比誰都誠實。少女感不再是免死金牌，35歲還在賣萌，觀眾真的會煩。譚松韻的問題從來不是演技，問題在於她被困在了一個已經過期的審美體系裡。35歲依然在演最萌小妖，濾鏡厚到毛孔集體失業，眼神裡還要硬塞天真無邪。彈幕那句妹妹，咱媽喊你回家退休，看着刻薄，其實相當誠實。第三方調查報告早就給過答案，看到少女感3個字，65%的觀眾會立刻滑走，速度快得像看到前任朋友圈。不是觀眾變壞了，是觀眾終於長大了。現實裡加班到凌晨，被房貸追着跑的人，回家打開視頻平台，只想看點刺激神經的東西。誰還有耐心陪着一個被包裝成永遠18歲的角色慢慢成長？而娜扎的冷面美人路線，恰恰踩中了當下的審美爽點。不討好，不賣乖，不假裝柔弱，一個眼神就是我不需要你，我只需要贏。雙引號，這就是所謂的解析風格。2023年開始佔據42%市場份額，2024年徹底成主流，不是巧合，是趨勢。線下掃樓名場面，本質是一場精密計算的荷爾蒙投放。別再天真的以為那些自然互動真的是即興發揮。工作人員爆料得很清楚，侯明昊在彩排時，把娜扎按在電梯口，領帶拉扯的動作整整練了7遍，角度控制在15度以內，鏡頭掃過鎖骨時，光線剛好打亮鑽石項鏈。說白了，這不是曖昧，是工業級精準投放，結果也相當直觀。尖叫聲113分貝，直接觸發商場火警。熱搜娜扎侯明昊性張力連續霸榜3天，閱讀量5.8億。與此同時，另一部現偶劇的男女主親到嘴角都破皮了，播放量才2億。很殘酷，但也很公平。觀眾不是不愛親密戲，而是厭倦了沒有美感、沒有張力，只有用力過猛的肢體碰撞。新中式 3.0 的勝利是審美升級，不是運氣。娜扎那套新中式西裝幾乎可以寫進內娛造型教科書，腰線提到胃部，盤扣鎖在脖頸，禁欲與侵略感同時存在，不是路，而是壓迫感。奢侈品牌總監在朋友圈直接點名，2024春季就照這個方向做。雙引號。反觀譚松韻的仙俠造型，被罵成拼多多9塊9包郵，不是網友刻薄，是視覺確實落後。當觀眾的眼睛已經被更高標準餵養過，
再回頭看舊模板，只會覺得敷衍。評分只是結果，真正可怕的是觀眾已經不想給機會了。逍遙豆瓣5.8，差評關鍵詞高度統一，套路、疲勞、沒新意。而域名茶谷還沒定檔，彈幕已經刷成年度預定。內部招商 PPT 裡，解析加姓張力加新中式倍加粗標紅 IP 情懷，通通靠邊站。現在的規則很簡單，你給不了新鮮感，觀眾連罵你的興趣都沒有。網友兩極評論才是這場風向轉變的真實寫照。支持派說得很直接，終於不拿觀眾當未成年人了。雙引號，性張力不是髒，是美學。雙引號，娜扎這條路走對了。雙引號，反對派也不客氣，現在是沒演技就靠曖昧。雙引號，解析是不是新的流量噱頭？雙引號，別把審美升級說得太高級。雙引號，但無論站哪邊，有一點共識已經形成：甜妹時代真的在退場。從甜寵內捲到性張力競賽，內娛正在集體換賽道。如果把近10年的現偶、古偶發展畫一條線，會發現一個非常尷尬的事實：甜寵並不是被淘汰的類型，而是被自己用爛了。從最初的牽手就心跳加速，到後來壁咚成標配，親密戲必須打卡，再到現在連親都親不出新花樣，觀眾的耐受閾值被一次次拉高。當刺激變成日常，甜就不再甜了。這也是為什麼娜扎和侯明昊那段並不露骨，甚至談不上多激烈的互動，反而能炸穿平台。因為它不是給你看我多愛你，而是我知道你在看什麼。這是一次審美和心理層面的精準狙擊。侯明昊的轉向並不是臨時起意，而是一次自保。很多人罵侯明昊勢利看風向，但站在演員職業路徑的角度看，他反而是清醒的那一批。在少年感弟弟戲這個標籤裡待太久，結果只有2個：要麼被更新更年輕的演員替代，要麼在某一刻突然顯老，被集體嫌棄。他顯然不打算坐等第2種結局。選擇娜扎，選擇更成熟的女性角色關係，本質上是在提前為自己拆標籤。哪怕被罵有算計，也比過氣要強。從市場反饋看，這部棋至少目前是贏的。譚松韻的困境，其實是整個少女感體系的集體困境。必須承認一點，譚松韻不是唯一一個被困住的人，她只是最典型的例子。當一個演員長期依賴可愛治癒無攻擊性獲得好感，一旦觀眾審美升級，這套武器就會瞬間失效。更殘酷的是，這種轉型比從偶像派轉實力派還難，因為觀眾已經習慣用某種方式看你，一旦你試圖改變，就會遭遇強烈反彈。不適合，別硬演，還是以前順眼。這不是針對個人，是整個類型的天花板。資本和平台的態度已經寫在排播表裡了。如果仔細看近2年的招商方向，會發現一個明顯變化：純甜寵項目數量在下降，情感張力關係博弈成年人情緒被反覆強調。平台並不關心你是不是第一次嘗試，只關心你能不能製造討論度。娜扎這一波已經成功把性張力從邊緣詞彙推成了招商關鍵詞，這對後續項目的影響遠比一部劇的播放量要大。網友爭議本身就是市場最想要的燃料。有人覺得現在的一切都在過度解讀，營銷痕跡太重，但現實是，如果一段表演連爭議都沒有，那才是真的失敗。支持與反對並存，才說明它擊中了足夠多的人。真正被淘汰的，從來都是連罵都懶得罵的作品。這場討論的核心，其實並不是娜扎贏了，
譚松韻輸了，或者侯明昊站隊誰？真正的重點只有一句話：觀眾已經不願意為過期情緒買單。你可以慢熱，但不能原地踏步；你可以保守，但不能假裝世界沒變。2024年的內娛不再獎勵安全選擇，只獎勵讓人有感覺的那一下，而那一下恰恰最難，也最值錢。結語不是侯明昊變了，是觀眾不陪你裝傻了。侯明昊的團隊並不是背叛誰，也不是踩誰上位，他們只是更早意識到一件事：觀眾要的從來不是安全感，而是刺激感、爽點、新鮮、高級感，缺一不可。糖精已經過期，繼續端上來只會被嫌棄。內娛不缺演員，缺的是對現實的清醒判斷，而這一次市場已經給出了答案。